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央视罕见点名赵丽颖，两字称呼释放强烈信号，冯绍峰的那句话终于被印证。央视暂评赵丽颖，二字称谓显露特别信号，冯绍峰的寄语终获认可。你是否依然记得冯绍峰曾经对赵丽颖有过怎样的评价？他那一句他明白自己追求的目标，在当初听来，仿佛只是热恋时随口而出的甜蜜言语，几乎没有人将其真正放在心上。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句看似随意的话语，却在数年之后，成为解读赵丽颖人生轨迹的一把关键钥匙，仿佛一句早已埋下伏笔的精准预言。如今再度回顾这段往事，其中的巧合与深意，确实让人感到饶有欣慰。那段时间，他刚刚走出婚姻的围城，从一段表面平静的关系中抽身，再度置身于娱乐圈这个充满审视与议论的名利场中心。说实话，当时网络空间里确实聚集了不少等着看他境况下滑，甚至出丑的人群。单亲母亲必然事业受阻，类似的预言和讨论随处可见，仿佛他若不在事业上遭遇挫折，就违背了某种众人预期的叙事脚本。在众多旁观者的眼光里，最为保险和现实的选择，似乎是立刻回归自己最为熟悉的古装偶像剧领域。通过这种方式，似乎能最快地稳固住原有的观众关注与市场热度，为自己争取一个缓冲的余地。然而他并未选择那条看似顺理成章的道路，他转身便投入了电视剧《幸福到万家》的拍摄之中，在其中饰演一位名叫何幸福的乡村女性。这个角色从内到外都透着一股质朴甚至土气的气息，与他过去所塑造的那些精致华丽的银幕形象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反差。当时不少人都感到难以理解，认为他放弃稳固的古装偶像剧女王地位，转而到田间地头去摸爬滚打，简直是一种不明智的自我消耗。但随后的发展却出乎了许多人的预料。幸福到万家一经播出，便迅速引发了广泛关注，成为了当年备受热议的现象级作品。剧中那位性格执拗，带着点莽撞却又始终坚持心中道理的何幸福，以其真实的质感深深打动了屏幕前的众多观众。人们惊讶地意识到，赵丽颖不仅能够驾驭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角色，演绎起这样贴近生活的平凡人物同样生动自然，游刃有余。这股由她掀起的现实题材热潮并未就此停歇。紧接着，又一部名为《风吹半夏》的作品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在新剧集中，她化身上世纪90年代的女商人许半夏，率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投身于钢铁产业的浪潮之中。这一角色相较之前的何幸福更为立体多面，既怀揣着远大的抱负，又具备精明的处事手腕，更透着一股坚韧不拔的倔强气质。自选角信息公布之初，外界便涌现出诸多怀疑的声音，不少人认为她那副天生带些稚气的面容，难以驾驭如此气场强大的核心女性角色。然而，随着剧集正式播出，所有曾经的质疑都悄然消散。她凭借精湛的演技，将许半夏身上那份机敏睿智、决断果敢以及深藏于内的柔软与脆弱，刻画得淋漓尽致，令人过目难忘。凭借这两部作品的卓越表现，她一举将飞天奖与金鹰奖的最佳女主角荣誉双双收入囊中。当奖项尘埃落定，许多人才恍然意识到，回顾冯绍峰昔日那句被广泛传播的言论，其背后的含义已截然不同。那并非一句简单的情感告白，而是对客观事实的平实阐述。赵丽颖的每一步职业抉择都透露出深刻的清醒与笃定，她所追求的从来不是短暂的热度与流量，而是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经典之作与坚实可靠的专业声誉。正当公众认为双料事后已是他事业征程的巅峰之时，一份更具分量的认可却在不经意间降临。不久前，他的新剧项目正式公布，随即获得了央视网文娱板块的亲自关注与点名推荐。颇具深意的是，
官方在表述中采用了格外精炼的措辞，并未沿用常见的实力派演员或优秀视后等称谓，而是别出心裁地选用了戏精这2个字来定义他的表演特质。切勿轻视戏精2字所蕴含的深层意味。在日常的轻松交谈中，这个词汇或许带有几分玩笑与调侃的色彩。然而，当他从中央电视台这类权威媒体的口中郑重说出时，其背后的意涵与重量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无疑代表了一种来自官方的极高层次的认可与褒奖。他明确地指出，演员的技艺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优秀或出色的表层，而是进入了更为精妙的画境，即表演者与角色之间产生了灵魂层面的深刻共鸣与融合。达到这种境界的演绎，往往使得角色与演员本人的界限变得模糊而富有魅力，让观者难以清晰区分戏剧与现实。我曾专门查阅相关资料，其中北京电影学院一位教授在公开访谈中表达了相近的看法。他指出，演员从获得演技出色的称赞，到被官方媒体形容为戏精，意味着其公众认同度实现了根本性的提升。这种跨越标志着评价标准从单一作品质量转向了演员个人品牌的整体构建。这不仅是针对某部影视作品的褒奖，更是对他长期艺术生涯的高度认可与权威背书。央视在相关报道中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观点，特别提及了他在新剧中的精彩演绎。报道强调，他塑造的基层干部角色既能展现工作中果断干练的作风，又能在生活场景里自然流露戏精般的生动状态。这种表演上的收放自如，使得角色的层次感尤为鲜明。许多观众在讨论中也不约而同地提到，只要他一个眼神转换，观众便立刻沉浸于角色所处的世界。此刻出现在人们眼前的，不再是演员本人的形象，而是剧中那个鲜活立体的角色人物。回忆的闸门悄然开启，那些关于他事业起点的片段便纷至沓来。如今，他的表演才华已获得国家级媒体的公开赞誉，被亲切地称为戏精。然而时光倒流，在最初的岁月里，他那张可爱的圆润面庞，却曾成为某些人眼中的局限。我仍清晰地记得，某位导演曾在众人聚集的场合，毫不留情地断言，以他的外形条件，永远不可能担纲任何作品的核心角色。这样直白而残酷的评价，其带来的刺痛与挫败感，无疑是深刻而持久的。他出生在河北的一个普通乡村，没有任何家庭背景可以提供支持，也从未接受过系统的表演教育。初到北京时，为了追逐心中的演艺梦想，他几乎尝试过所有能维持生计的零散工作。从餐厅服务员到街头派发广告传单，他都一一经历过。生活最拮据的时期，甚至需要精打细算地分配每天的伙食费，连吃一碗泡面都要仔细规划。即便如此，他依然坚持从微薄的收入中一点点积攒，把所有积蓄都投入到了专业的表演课程中。他所做的这一切，只是希望自己能够离演员这个看似遥远的目标更进一步。在演艺生涯的最初5年里，他始终穿梭于各个片场之间，扮演着那些几乎不会被观众记住姓名的边缘角色。无论是金婚中的童多多，还是锁清秋里的文燕，这些人物都未能激起太多水花。他时常一天之内辗转3个不同的拍摄场地，忙碌到只能在化妆间的角落里匆匆解决一份简单的盒饭。由于这种近乎疯狂的工作状态，同行们私下将他称为横店拼命三娘。正是这段长期处于行业底层的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了生活的各种滋味。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配角生涯，反而磨练出他刻画平凡人物的独特能力，使得每个小角色都充满真实的情感和生命力。事业上的转折点出现在电视剧《陆贞传奇》的播出。剧中主人公陆贞从卑微的宫女逐步奋斗成为高级女官，其中展现的顽强与不屈，恰好映射了她本人一路走来的艰辛历程。这部作品迅速将她推向了公众视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知名度。然而，
成名之后也伴随着诸多质疑之声。不少评论指出他的表演似乎局限于傻白甜类型的角色，甚至认为他圆润的面部特征限制了其在更多样化角色上的发挥空间。当央视在公开报道中罕见点名赵丽颖，并用那2个分量极重的称呼来评价她时，许多人第一反应不是惊讶，而是终于。因为这份认可来的并不突然，而是建立在她多年如一日的沉淀、选择与坚持之上。在流量起伏迅猛、舆论更替飞快的内娱环境里，能被央视用如此克制却明确的方式点名，本身就是一种极高规格的肯定。这不是热搜式的喧哗，而是一种权威话语体系中的盖章认证。回看赵丽颖的职业轨迹，会发现她始终走在一条并不轻松的路上。出身普通，没有背景，从最初被贴上甜妹流量花的标签，到后来一步步用作品撕掉刻板印象，她的每一次转身都伴随着质疑。有人质疑她的学历，有人放大她的出身，也有人在她转型时期唱衰她的选择。但赵丽颖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她几乎从不正面回应这些声音，而是把所有精力投入到角色和作品中。时间久了，人们才意识到，这种沉默并不是退让，而是一种极强的定力。央视此次的点名之所以被反复解读，正是因为它传递的信号非常清晰。评价一个演员，最终看的还是专业、作品与社会价值。在娱乐工业高度商业化的当下，这样的标准显得尤为珍贵。赵丽颖这些年接连出演现实主义题材、年代剧、正剧，她对角色的理解和呈现早已超出了好不好看的层面，而是进入了有没有分量的讨论。这种变化也让她逐渐从被市场选择的演员，转变为能够反向影响创作方向的演员。不少网友在看到央视评价后，想起了冯绍峰当年那句并不张扬却意味深长的寄语。彼时或许有人觉得只是情绪表达，但如今再回看，却像是一种提前预见。赵丽颖用自己的方式证明，她并不是靠某个阶段的热度站稳脚跟，而是靠长期主义赢得尊重。她的职业状态恰恰印证了那句话：真正走得远的人，从来不会急着证明自己。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央视的用词并没有刻意渲染个人光环，而是将赵丽颖放在演员这个身份之中。这种回归本位的评价反而显得更加高级。它意味着赵丽颖已经被纳入一个更稳定、更严肃的评价体系之内，不是流量榜单上的排名，也不是话题阅读量的高低，而是作品是否经得起时间检验，形象是否具备正向引导意义。这对一个女演员而言，是极难得的阶段性成果。从行业角度看，赵丽颖的经历也在悄然改变一些固有认知。她证明了女演员并非只能在某个年龄段被市场需要，也证明了转型并不等于冒险，只要方向清晰，态度诚恳，观众是愿意给予时间和耐心的。她的存在让更多人开始重新思考好演员的定义，而不再只盯着数据和话题。对于观众来说，这样的故事或许也具有现实意义。我们生活在一个节奏极快的时代，常常被催促着要立刻看到结果。但赵丽颖的经历提醒我们，有些价值必须通过时间才能显现，有些认可注定是慢慢来的。不急于回应，不沉溺于争辩，把事情做好，本身就是最有力的回应。走到今天的赵丽颖，显然已经不需要靠外界的赞美来确认自我，但央视的点名依然是一种重要的注脚。它像是在告诉所有人，当一个演员真正把职业当成长期事业来经营时，市场或许会犹豫，舆论或许会反复，但权威与时间终究不会辜负认真走路的人。也希望屏幕前的每一位观众能在关注热闹之外，多给这样的演员一些耐心与尊重。追逐话题很容易，看见坚持却很难。赵丽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真正有力量的人生，不是被看见的有多快，而是被记住的有多久。越看越上头。
探索心境2直击工作与热爱的真相。王一博真的不走流量那条路。在探索心境2中，王一博坦言因热爱减退而暂停拍戏，回归极限运动充电。正如节目中揭示，热爱是事业的电力，充满电才能走得更远。这位已获多项大奖提名的青年演员，正等待一部真正优秀的作品，以智取胜。探索心境2正在腾讯视频热播，观众评分高达 9.9 分，网络热度更是稳居平台第一。在最新的2期内容当中，名为《热爱之上》，王一博和自己的攀岩向导一起拜访了2位北美当地的朋友，他们有的是在自己的热爱之外开出新的生存赛道，有的则是在自己的热爱之内坚持热爱与工作相互结合的路线。在《热爱之上》这2期的节目当中，王一博也非常真诚地回答了一个问题：自己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拍戏了？这种真诚是以往的明星艺人们所不具备的。显然，王一博便是通过探索心境这部非常真诚的纪录片作品和观众们面对面的说话，把心底最真实的话语讲述出来。这2期的纪录片作品当中，有一位攀岩爱好者并没有把自己的爱好和事业进行完全结合，在攀岩这条工作赛道已经不那么容易的时候，他开辟了一条攀树的工作赛道。因此，这位攀岩爱好者从曾经的运动参与者，成为了一个运动项目的管理者。探索心境2的纪录片内容当中，他带领王一博和攀岩向导一起攀上高树，享受大自然带来的野趣之美。而稍后，攀岩向导带着王一博又拜访了一位尾波滑水的高人。这位高人不仅自身便是尾波滑水的高手，而且还把自己的爱好和事业结合起来，非常享受教大家尾波滑水的快乐。在享受这份快乐的同时，他又能够在工作当中获得生存需要的物质资料，获得带着其他人尾波滑水的收益。在这位高人这里，工作与热爱实现了较为完美的结合。在第8集的结尾之处，青年实力派演员王一博也回应了一下自己为什么有一段时间没有进行拍戏工作了。他起初是凭借一份对于街舞、唱歌的热爱，走上这份事业当中来的。稍后，这份热爱确实为王一博带来了不少的工作机会，而且这些工作机会让王一博有了更多选择生活的可能性。但是，随着工作量的增加，王一博感觉自己的热爱似乎在减少了。而这次的回归自然，回归极限运动，就是一次充电。探索心境2当中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人对于事业的热爱也更像是一个电池板。我们在长久的工作之后，必然会出现热爱亏电的问题，这个时候回归生活，放空自己，其实是为自己热爱的事业重新充电。当自己在工作上再次起航的时候，则是满格电的状态了。王一博在拍戏事业上的暂时休息，恰好是这种事业的充电模式。热爱本身便是事业的电力，而这份电力被重新充满之后，王一博一旦回归拍戏的事业，必然会取得更多好成绩。其实，当我们反身来看王一博在影视作品当中已经取得的成绩的时候，才会发现他其实已经是很多影视大奖提名傍身了。凭借《热烈》和《无名》等高口碑的院线电影作品，王一博已经拿到了金鹿奖、金鸡奖、金莲花奖、华表奖等多个电影大奖的最佳演员提名奖项。对于一位刚刚20几岁的青年演员而言，已经可以拿到这么多大奖提名，便已经是同行业演员当中的佼佼者了。这意味着王一博沉淀之后再次启程，拍摄出来的影视剧作品是要从提名到真正拿奖的了。目前来讲，王一博是青年实力派演员当中非常具备横扫3金能力的。而这种状态之下的王一博，显然已经不是走量的状态，而是要走质了。一部顶级的作品本身，比拍摄多少部质量非常一般的作品都要重要了。所以，探索心境2当中，王一博说自己回国之后，也并不急着工作，
显然是对自身事业成长有着清晰的定位。王一博这位青年实力派演员，已经具备了非常优秀的思想深度，在认知、在演技、在体能、在韧性等多方面，已经具备了拿3金最佳男主的能力。这个时候，他等待的是一部真正优秀的作品。走质不走量的王一博，值得期待。探索心境2之所以让人越看越上头，并不只是因为高难度的挑战、极限的画面，更不只是因为镜头里的王一博，而是他触及了一个当下很多人都在反复追问，却始终没有答案的问题：当工作与热爱发生冲突时，我们究竟该如何选择？节目并没有用鸡汤式的成功学来敷衍观众，也没有刻意制造励志高光，而是通过一次次真实，甚至略显残酷的探索，把热爱放进现实语境里，重新拆解给大家看。在探索心境2中，王一博呈现出的状态是安静而专注的。他很少去解释自己在想什么，也不会刻意输出价值观，但正是这种不解释，反而让观众看见了一种更真实的选择逻辑。他没有把探索包装成浪漫的逃离，也没有把危险和痛苦神化成荣耀，而是如实呈现身体的极限、情绪的波动，以及在坚持与退让之间反复权衡的过程。这种真实感让节目从同类冒险综艺中跳脱出来，也让热爱这个被反复消费的词重新拥有了重量。很多人说王一博不走流量那条路，其实并不是他不具备流量，而是他在主动与流量逻辑保持距离。在娱乐圈里，快产出、密曝光、强存在感几乎成了一种默认规则，但探索心境2选择了另一种节奏，慢、深、克制。他不急着给答案，而是允许困惑存在；不追求密集刺激，而是让体验自然发酵。这种选择本身就带着风险，但也正因如此，它才显得难得。节目里最打动人的，并不是某一个惊险瞬间，而是那些看似平淡却意味深长的片段。比如在体力透支、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继续还是停下；比如在完成目标和保护自身之间，如何做取舍。这些场景放在屏幕上是探索，但放回现实生活中，何尝不是无数普通人每天都在经历的抉择？我们也许没有攀岩、飞行、入海的经历，但我们同样在工作压力、生活节奏和内心渴望之间反复拉扯。探索心境2真正做的是把热爱从口号中拽回现实。它告诉我们，热爱不是永远燃烧的状态，而是一种需要被保护、被修复、被重新确认的东西。当工作开始消耗热爱，暂停、调整、转向，并不意味着失败，而是一种更成熟的自我管理。王一博在节目中所呈现的，并不是我永远热血，而是我知道什么时候该慢下来。这种认知在当下尤为珍贵。从这个角度看，探索心境2更像是一面镜子，它映照出的不只是一个公众人物的选择，更是许多人内心深处的犹豫与渴望。我们是否也在为了效率而忽略感受？是否在追逐结果的过程中，逐渐忘记了最初的热爱？节目没有给出标准答案，但它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允许自己重新对齐方向，允许热爱以不同的形态存在。走质不走量，并不是拒绝努力，而是对努力方式的重新定义。它意味着对作品负责，对身体负责，也对内心负责。在这个一切都讲求速度和回报的时代，这样的选择或许显得不合时宜，却恰恰因此显得有力量。探索心境2没有制造神话，却留下了余味；没有高声宣告态度，却在安静中完成表达。最后，想把这份感受送给每一位正在观看，也正在生活中的你。无论你身处哪个阶段，都不必被单一的成功模板裹挟。热爱不是用来证明价值的工具，而是用来确认方向的坐标。当你感到疲惫、迷茫、失衡时，慢下来并不是退步，而是为了走得更远。希望我们都能像探索心境2所呈现的那样，在纷杂的世界里，
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守住那份不被消耗殆尽的热爱。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